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啊，透过这个影片，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8大兰花浇水的要点与注意事项。那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影片啊，其实是一个老片新看啊、这2颗很明显的，其实就是我的水根兰花全水根哦，它们的部分根系是永远都在有水的情况之下生长的。那今天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找到非常适合的影片或者是图片，所以呢，我就想说，老片新看，让你们边观赏欣赏我兰花这个纯水根、全水根的兰花生长的影片呢，然后也边听我口头叙述，跟大家说明是哪8大哦，我个人觉得的8大兰花浇水要点跟注意事项。我最近跟大家分享了2个兰花跟水相关的影片啊，一个是影响给水的要素，另外一个是如何判断是否需要给水的影片。我得到了很多兰友的回响哦，反应热烈啊，他们觉得那2个影片的资讯挺不错的，所以呢，我就想嘛，俗话说得好，无三不成理，所以我今天就准备了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这8大给水时候的要点跟注意事项。这样子呢，应该就完成了兰花与水给水问题的这3部曲。养兰花其实就是在养它们的根系，很多的时候根系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植株的健康，有时候甚至会威胁到你兰花的存活。所以怎么给水，什么时候给水，跟给什么样的水等等等，其实都有它的一些要领跟相关的注意事项。以下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8大注意事项与要点。第一个，如果你要给水的话，尽量在早上的时候给水，因为如果到了中午或下午的时候，你给水的话，当兰花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它就比较不容易蒸发掉多余的水分。第二个，在不同的季节给水的频率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夏天1周一般都是1到2次，冬天的时候其实是1到2周才给1次水。那春天跟秋天呢，其实就是在7到10天1次这样的一个范围啊。当然，种植容器的大小、使用的介质，还有气温的高低，还有你环境的通风与否，也都会影响到给水的频率。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兰友，耐心的去观察你自己的养兰环境，然后找到你最好的黄金比例。第3个，尽量使用软水。那软水的种类有第一个雨水啊，第2个雪水啊。如果你住在有下雪的地方，雪融掉的这个水也可以是拿来当做浇你兰花的水。第3个蒸馏水，再来就是逆渗透的水。第4个，水温不宜太冷，最好了其实就是室温下的水。那有的兰友甚至会加一点热水进去，因为呢，兰花我们都知道它是生长在热带或是亚热带潮湿温暖的地方，所以在它自然的环境里面是不会有那么冰凉的气温跟水的所以如果你用太冷的水去给它浇水，给它给水的时候呢，这时候兰花其实对它来说，这么冷的温度对它来说应该会是一个 shock 第5个，给水的时候尽量用泡的，不要由上往下浇水，特别是叶子与叶子中间，绝对不要让它产生积水的现象。第6个，如果有水跑到叶子跟叶子中间的空隙的地方，你可以用棉花棒、棉花，或者是用手把卫生纸的角落搓成尖尖的那个样子，然后呢，伸到叶子积水的部分，把水吸干。第7个，兰花最上面2片叶子的中间也绝对不能够积水。专业的兰园因为有温度跟湿度
还有通风的控制，所以他们可以用大水管大面积的去给他们的所有兰花浇水。那它也不怕会有积水的现象，是因为他们有通风的控制。那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条件，所以就要特别注意叶子与叶子中间，还有最上面2片兰花叶的中间不可以积水。第8个，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应该要浇水了，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浇水，但又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请你再多等个2天。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在影片下面点个赞，也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别忘了也要同时打开旁边的通知铃铛，这样子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任何的指教，我也非常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与我交流。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